今天要来开箱韩国的零食耶！终于去韩国了。我们的火力都是集中在乐天，然后买了蛮多样回来的，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品牌叫农心，然后的虾味鲜，然后其实它其他口味都跟台湾蛮像，尤其它的形状也跟台湾虾味鲜基本上一模一样。但为什么还是会买？因为它最近推出了这个松露口味，听说味道浓到爆炸，非常适合就是喜欢松露的朋友们吃。闻到浓浓松露味了，所以我个人是蛮期待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松露的爱好者。哎呦，这个很粗哦，很紧，还是我已经很久没吃虾味鲜，这是比台湾粗，比台湾粗，好，对，好松露味哦，超级松露，哇，很浓哎，比手根本就指还是粗，对啊，一根手指哎。它给我虾味鲜，它是闻起来有松露味，但吃起来没有哎，没有哎，真的没有哎。我妈吃起来就原味香菜，可是我闻里面还是有松露味啊，它松露味一直飘出来啊，怎么办？怎么这样？吃起来是咸版的虾味鲜，我要底部一点，也没有啊，它也没有什么松露粉啊。第一个就有点小失望。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做那种松露洋芋片，他们就是还是会有松露味的，但它是完全没有，它只有松露香气的虾味鲜。对啊，很神奇，只能说这样子。它能做到香气十足之外，也很强哎。来，这一个的话就是 Milk Classic， 它的话是米饼，但是不太像是那种小朋友吃的。它是说它这一款就是非油炸，然后它的米含量是很高的。它还有出其他口味，但是我就是先买最原始的 Milk， 就是原味的口味，奶香很重哦。它的口感就是那个玉米浓汤的那个卷心酥。我想到椰香乖乖，哦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味道，它的椰子香气很重，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把我们乖乖的椰子口味，把它变成这样子饼干，它把它压扁而已。我觉得嘴巴满满的味，就是你会觉得有个东西在包覆着嘴巴。它真的不是米饼，它味道很浓。你说因为它充满了油脂，还有一堆粉，所以它这个很扒在那个口腔里面。你知道虾子其实本身应该味道是浓的，但现在我嘴里已经没有虾味鲜味。对啊，它已经全部都是这个椰子。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看似平淡，但其实很霸道的饼。霸总饼，它就是这样占据你的口腔的感觉。这个算是我觉得是那种大家推很多韩国必买的，算小众的，就是它有一派小众的人很喜欢。那它的话，它就是韩国的明太鱼，然后这个是清扬的美乃滋调和了口味做成的饼干，所以我觉得是很代表韩国的东西。基本上像刚刚我们吃的那些什么虾味鲜或者是对米饼，那个好像其他国家都有办法做，但是因为它这个都是韩国才有的东西。它也是一个香气跟吃起来是不一样的东西的饼干。对，而且我连味道我都很难形容它调味都是淡淡的清扬辣椒嘛，但是它的辣也是很淡哦，那种点到为止。对啊，就是那种点到为止，你感觉有辣椒，但是不辣的辣椒。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慢慢咀嚼，因为我发现我咀嚼1次跟咀嚼5次的味道都不一样，非常神秘。对，就是它是很多层次的饼干，但是我没办法形容。就例如说，假设明太鱼，我可能就会说哦，但是它这个鱼香气怎么样怎么样，但其实不是，因为它是整个混在一起了。它甚至没有鱼香气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海鲜味。它就是还是有。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它的那个薄面，就是它有那种一点一点的，我觉得这应该就明太鱼哦，有可能一点一点明太鱼的料。这其实味道很淡蛮好吃的。大家要记得那个要买的话，认明一下，它上面有这个图，清扬美乃滋跟这个明太鱼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有很多品牌，就是一个品牌出了好几种口味，它到其中一个图不对就不一样，所以大家要看清楚。我们对了很久了。对，没错。来，这个的话就是巧克力可颂，这个我相信大家看封面都会非常的清楚，它是什么样的东西，因为它好像在台湾的这个代购界也是蛮有名的。然后它就是做的很像这样可颂造型的，我觉得有点像乖乖，对，甜乖乖的那一种样子。它是很好吃，但是我会觉得还好。它也是乖乖质地，它就是对，它其实就是乖乖，可是它的粉就是裹了，可能比乖乖还浓了3倍以上吧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它巧克力的奶味是很重的，更多的其实是那种炼乳巧克力的味道。它就是有炼乳甜啦，没错。对啊，因为可是又有可可香。它的味道到目前为止，应该台湾的零食
是没有的。但是质地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其实就是乖乖这样，是比较不松软的乖乖，它是比较扎实的。这个话先说，就是这个是我妹推荐的，它有很多口味嘛。我妹是直接推荐我洋葱，它是我们家每个人吃的都说很好吃。哈，我妹这么会推荐吗？因为我个人对于洋芋片这种东西真的非常还好，所以我一开始没有要买。口感也不像一般洋芋片，而且其实它是包装很对很大，然后你看我这样一包这么多片，太扯了吧？是真的很薄，因为它本身洋葱香气是很浓很香的，我觉得其实有点混到葱的感觉。对，其实不止洋葱，有点像是也一起加的葱。因为它葱感跟味道是整个超级重，大家吃起来又很舒服，是因为我本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厚的洋芋片，所以它是很薄片的，那变成说你很好入口，然后它的香气会更集中浓郁，因为这是吃得到的，像刚刚夏威夷会吃得到。干嘛要不小心批评别人啊？就是你要闻跟吃起来是一样的东西啊。好，他现在一直在用放按键，没有。哦，我妹好会推荐哦。这个真的买的不错。对啊，好喝哎。推荐大家洋葱口味，但是如果大家有想要尝试别的话，就可以去尝试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这个是海泰的蜂蜜奶油洋芋片，非常特别吧？它是甜的洋芋片，然后呢，它本身就是网络上是说造成抢购热潮。你自己闻，超级奶油面包感，哇，好可怕哦！蜂蜜奶油面包感，它就是面包味。但是你看哦，它表面它又没有撒什么糖粉啊，或是有什么枫糖啊，没有，它就是一般洋芋片。首先蜂蜜奶油味是有没错，然后它也是走一个淡的路线，比较多是奶油的味道。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到就是造成冲动。像刚刚那个洋芋片其实也是薄片，但是它的味道就很充足。它的充足呢，它又不是说真的浓到让你会干或是腻，它就是锁在一个很刚好的范围里面。对，但是它的话，它就是很淡，但是它没有锁住，它好像味道一下就飘掉了。我好像咬了几口，然后味道就飘掉了，就是奶油味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味道。先吃薄饼好了，好吃死了！哎，这个这么挂保证，这个我真的很喜耶。这个 Crown 的那个有点像是蜂巢饼干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很像那种煎饼，有格子状的煎饼。我觉得它的诚意非常的足，它给大家很大片，而且它这样一包里面就是3、4片的感觉。好吃吗？首先因为它是原味，所以它的鸡蛋香气是很浓的，就是一般那种煎饼饼干的质地啊，它有一个湿润度，它不是单纯脆而已。可是你知道我在看它盒子包装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联想到它给我感觉应该就是这样，就是吃起来咬起来是不会让你觉得腻的，那就是很一般的鸡蛋饼干啊。哪有？那你再炒一个鸡蛋饼干给我，它就是甜跟香都帮你做很足，它配法比较刚好，它就是茶点第1名。少在那边说，我是不会被你牵着走的。它在我心里就是还好。来，再来这一个的话，也是我没买的。然后你为什么当时想要买这个？因为它真的都放在那个哪个 Korea 必买区，通常会放，就代表怎样？最多观光客会买。就是我们其实进去乐天，然后进去那一个就是那一区零食区，它中间会有一大区是所有热门的零食，它就集中在那一区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只是要买热门的，你就是去那一区全部拿一个就结束了。如果不想动脑的话，没错。然后这个刚好就在那一区，这就是。But 为什么我不买？因为爬文没看到它，它本身是有马铃薯跟番薯的，然后这个是番薯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它的包装是非常的华丽，加2个，超级普通。首先，番薯味道是有的，就是闻香气，一样是香气。香气闻的时候，我会很期待它，但是一咬的时候，它是一个不明咸味的饼干，就是厚皮这样。厚皮好吃100倍，它不会到难吃啊，它感觉像某一种 cheese 味，你不觉得？有 cheese 哎。对啊，还是因为我不喜欢这种单一的 cheese 味。有可能。我个人觉得还 OK 啊。来，这个的话就是千层饼，然后是枫叶形状的。那它
后面的话是会有巧克力酱的这样子。那它千层饼的话，其实就是很像那个什么蜜兰诺啊，它的那样子的那个口感，只是说它后面就是有一半是沾这个巧克力酱。可是蜜兰诺它更松更厚，对，但它这个是比较扎实一点，它这有点像是把蜜兰诺压扁，那个比较实心，比较硬。其实它涂的很薄，就是从侧面看它是非常非常薄一层，它几乎是没什么厚度，但吃起来是蛮有存在感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巧克力比较不是高级的巧克力。然后它本身饼干呢，通常有一种塑胶味，有吗？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商品就是有一个化学的味道，我觉得就是巧克力的味道是比较像大波露的那种巧克力，不是高级巧克力。没错，所以就会让整体 level 下降，有点可惜耶。因为如果假设你千层酥前面这一侧做的好吃，应该会不错。然后如果你后面巧克力的原料再 up 一点，可能也会不错，应该会加分啦。它有一点像是我做到一半，我没有做很好，然后就变成这东西看起来本来是应该很厉害的，而且它实际上看起来真的很厉害。对，你说图片吗？看图片，它看起来是蛮高级的。对啊，但是就是很可惜，就是巧克力不是高级，差临门一脚啦。这个是布朗尼，然后它是 Macchio， 这个好像蛮多人讲的。那其实它有2种口味，我是买抹茶，因为有很多人说另外一种口味是相对来说比较甜一点，也没有那么惊艳。然后网络上是有一派说，其实抹茶是很好吃，所以我只买抹茶。是不是有人说要拿去烤？它的这个整个横切面是有一点点空气的。布朗尼本身它其实就是要扎实的，但是至少它里面不是说100%密合，因为才是蛋糕的样子。对，就是因为它就做的很布朗尼，其实它不是布朗尼口味饼干哦，它是就是布朗尼。然后它的底部呢，它有刻意烤的比较焦，所以有黑黑的这样。好抹哦，抹茶的香气跟苦味还是有到，我觉得香气蛮足的，可是它甜味不少。因为韩国人怕苦，所以我在猜说它有加糖巧克力，加的比较明显，但是幸好它的糖没有超过它的抹茶的苦味，就是其实你嚼到最后，它这个抹茶苦还是会出来，还算是调的还不错啊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你硬要讲它是蛮甜的，它其实是蛮对啊，可是它把苦味跟甜味就等于是2个东西的比重，我觉得差不多。最后我觉得留下来是苦味，抹茶苦。然后我们还就是多了一个版本是烤的，因为有些人说它这个布朗尼其实烤完会更像实际上的布朗尼，所以我们烤了应该有3分钟吧。好香啊！它摸起来就已经先软了，对，好吃哎，它吃起来是软的哦。好吃好吃。哎，那怎么有办法烤完之后，外面上下是脆的，然后里面是软的？很好吃哎。然后它里面的巧克力就是好像会更感受到它的存在。基本上我觉得它质地把它跟真的甜点比起来，我已经觉得它已经快差不多了，接近了。这件事情是蛮可怕的。烤的好像是更厉害。我觉得不管是苦味还是甜味，都有比较整个喷发的感觉。对对对。来下一个豆豆，我跟你说，你去韩国绝对100%都会在路上看到这个，甚至我们在南浦洞的时候，它是直接一间大间旗舰店，但里面都没什么人。我买这个是很多人推荐的 Honey Butter 啊，对啊，他们家是做杏仁果啦，蛮好吃的吧？就是糖粉裹在外面。对，可是它的味道是，它就不是单纯撒粉，它就是让它全部都裹在里面，所以香气跟那个甜度是超级浓。它有点甜咸甜咸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东西好吃都要甜咸加在一起。我觉得它的可惜是，我希望它的调味的味道再淡一点，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浓厚，到最后的确还是会腻。这个是它的，应该算是最推荐的原味吧。这个的话也是 Crown 的，然后这个是有点像是巧克力夹馅的那种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它外面有点像那个冰淇淋桶的这个质地，比较软的那种，脆的那种。对，然后里面它就放这个巧克力酱，它就金沙啊。为什么我说它是金沙？是因为它就是榛果巧克力，这个蛮
蛮普通。对啊，很像是干妈店会卖的那种饼干。对，然后就是比较便宜的饼干，里面有巧克力酱，这样很接近古早味感，不就是那个饼干的酥脆度会让你蛮开心，基本甜点路线，但是也不会太有特色，比较像万年不败款。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蛋黄派，但我相信大家在台湾应该是很了解乐天的蛋黄派，它其实是另外一个牌子的，好利友的。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吃，但是近期就觉得蛋黄派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蛮甜的，因为我妹超级推荐他们家的蛋黄派，我想说那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，然后她觉得这个比较好吃。我大学都会买蛋黄派，是一个非常好拿来当早餐的东西，有饱足感又很有分量。其实你看它的长相，就是跟我们知道那个蛋黄派一模一样。也不是说你爸很爱，你看里面的酱，我觉得就有差，它是黄色的酱，它的酱好像给蛮多的。对啊，而且台湾的好像比较偏白，真的它好像里面整体比较偏黄一点。对啊，是不是可能蛋黄更多？我记得台湾酱是不是可能在范围再小一点点？对，就是不会那么多。它的那个酱比较湿润，台湾的可能没有那么的 creamy 的感觉。哦，台湾是不是比较可能比较立体一点？对，比较少一点，然后又比较像固态，它就是很像是你正在抹酱的感觉，滑顺度可能比较好吧。在我的角度看起来，我觉得没有差太多，都是好吃的蛋黄派，都是比那个杂牌好吃的蛋黄派。因为你知道台湾有一款是那种卖比较便宜，然后那种真的吃起来蛋糕质地都没有很好。然后我妹还问我说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”然后我心想说：“我觉得都蛮像的。”其实味道真的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就真的是质地的差别。然后就是那个 cream 嘛，对啊。那个呢是我推荐的，这个呢我朋友啦，他的朋友从韩国回来带给他，然后他吃了之后觉得这东西很厉害，然后他就拿了一包给我，然后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，这东西真的蛮厉害的。我觉得他做小包装真的还不错，里面大概是5颗，我觉得它好在于它没有那个刚才那个粉。对，因为我只要看到那个粉，我都直觉觉得应该会蛮甜的。不过它这个是怎样？它是有点像直接裹着。对啊，裹着那个提拉米苏的感觉，它也是外面也是薄薄一层。我觉得它厉害在于提拉米苏味道是很浓郁的，它就是提拉米苏酱，然后那个酱是薄薄的裹在杏仁露。它这一个呢，也是很多人说这个巧克力饼干是非常好吃的，很多人推荐的，所以我才买的。要不然其实它这样包装的这个巧克力造型啊，看起来是蛮普通的啦。我一般是不会想买，因为这种通常都廉价巧克力，真的是一面巧克力，另外一面是这种大饼干，像钱币的感觉，感受那个巧克力差很多吧？刚刚那个是化学味。对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再往上一点，但是它当然还没有到很高级，就是往上一格吧。它到后面它是有苦味的，但我觉得它比例上啊，我觉得比例上巧克力酱再少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它饼干有点可惜，它包裹的已经快把那个饼干淹没了。我觉得如果可以再 mix 好一点的话，就是可能1:1的话，可能会不会比较好吃？看起来是想把巧克力当主角，但是我觉得它巧克力就是吃了你会觉得哦，这是一个好吃的巧克力。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台湾比较热，它的巧克力会让你吃起来有点像巧克力酱，所以我又会比较喜欢。所以我觉得浓郁感差蛮多的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先喝一个东西，因为吃太多甜的了。这个的话是很有名的金泰梨代言的康普茶，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粉末，然后倒在水里面。然后刚刚发现它的起泡是有点像烘饼的感觉，烘饼感。然后呢，我们选的是这个梅子口味，因为它本身有蛮多口味的，所以就看你自己的喜好程度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选梅子口味吗？因为你喜欢酸啊。因为我在韩国找不到酸梅汁。哦，如何？哇，好酸哦！你怎么皱眉啊？很酸啊！你不觉得喝起来还是蛮过瘾的吗？康普茶就是一个对肠胃还蛮有帮助的茶，有些菌种，它里面好像有益生菌。然后所以什么有一阵很流行，像现在也有很多对啊，康普茶那个啊，就是你要调整肠胃的话，它又做成青梅口味，然后又有一种气泡饮的感觉。它有一点，但是它的气泡没有像维他命 C 这么浓厚，因为有些维他命 C 锭它就是非常气泡，但我觉得它还好，它刺激性没有那么高。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取决于你的水量吧，因为我们就是泡可能2/3碗而已，所以我觉得它酸感是基本上蛮重，浓度比较高，蛮像梅子气泡果汁的。好，来提供大家一个肠胃保健好选择。接下来最后3个系列就是
Olive Young 的饼干。那其实 Olive Young 最有名的贝果饼干，我们这次没有买，因为上次其实我吃过朋友带来的，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吃的。那你们就是自己依口味去买，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多人买，我就不特别介绍了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为什么还是会有3样呢？其实我只买了1样。其他2样是店员送的哟呀，因为我记得Olive Young就是有很多活动，所以好像你满多少，他就会问你要哪个饼干。然后我好像连续满了2次吧，所以2款都拿到了。这样，我先开我买的好了。好，这个的话，它其实就是高蛋白的饼干，那它好像有2种口味，我是选布朗尼口味。应该就是全系列它都强调低卡。我觉得是口感比较不饼干，可是它把味道做的还不错。它的味道也没有特别突出，是因为我其实更期待的是，如果它可以再苦一点。最后2个就是拿到了这个赠品。第一个的话，其实这2个都是釜山限定，我刚才查资料发现。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糖饼，就是很有名那种必福广场的糖饼的这个脆片。哦，听起来很脆。欧盟，太甜了。哦，不行。哦，太甜了，它就是糖饼哎，好可怕哦！它就是那种整颗都是糖，只是中间有坚果，它如果没有坚果会死掉。哦，不可能，这个要拿去给蚂蚁人吃。好甜啊！它就是用糖做成的哦，好嘞，它没有饼，它是糖哎，比糖饼还甜。我们那时候去韩国吃糖饼还没那么甜哎，这可能已经要配苦咖啡了，非常苦那种才会刚好。你说得好。最后是香蕉煎饼，这也是送的，这么大一个，而且它这是半片。派皮吗？千层派。对对对。然后它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宽的千层派，然后上面是有认真有香蕉，他们加了香蕉酱，这很像那个泰国的那个 poke。它厉害的是这一颗，它是真的香蕉干。对，厉害的是那个香蕉干。我觉得香蕉的这种酱的制品都是很化学，所以真的喜欢香蕉的人应该不会喜欢。是香蕉香精啊。我觉得如果没有加到酱的这个饼干是好吃。对啊，也有个是饼干本身是好吃。他应该把酱去掉，只卖这个饼干。如果我要推荐人家买的话，我会推荐到3个。我的定义在可以买的，但是真正上升到名次的只有1个。我现在是选2个。我第一个的话，我相信大家从影片上就看得到我的态度。我第一个就是那个青阳辣的美乃滋跟明太鱼的饼干，这个是我觉得唯一有进名次内的。因为我觉得除了它蛮好吃，然后味道层次很多很高级之外呢，我觉得蛮能代表韩国的。那剩下2个是我觉得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，但是还算是蛮有特色。一个就是那个洋葱洋芋片，我们打开不是有10个吗？但是我其实不会觉得多，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可惜在于就是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单薄一点，但是它是好吃的，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买。那第3个就是那个布朗尼，像刚刚烤起来，我觉得蛮让我吓到的，它整个质地都还蛮高级的。那在抹茶该有的味道跟它的苦其实也是有，但如果它的甜度可以再调整成更少的话，我觉得它对它的那个饼干也会来说是加分的。我会有蜂巢饼干，这也是很明显显而易见。我觉得鸡蛋味浓厚，然后又香甜，是一个吃了就是你会让他觉得这就是甜点的饼干对，然后我觉得香气很足啊，而且我本身也没那么爱蛋但它真的蛋香很浓。咸的话我也是推洋葱饼干，对，就它是一个怎么样，反正目前我有给谁吃过，每个人都说好好吃这种感觉的，就是也是会这样嘎嘎嘎嘎嘎嘎嘎吃完的那种。然后再来我觉得坚果系列也会蛮推荐，好像真的其他地方找不太到。以上就是我们的韩国零食开箱啦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个喜欢，追踪我的 IG 跟粉丝专页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